我今天出发有点迟，现在是10点半了快，因为昨天晚上躺进去帐篷很早，进帐篷就8点多，但是睡着可能都将近1、2点，可能昨天的可乐喝太多了吧。今天要去的城市是富基拉，然后我们华人一般叫富基拉，它的这个正式的中文名称叫富查伊拉。骑过去不远，50公里左右，但是有很大一段是山路，所以可能会比较累。到了富查伊拉之后，我还要准备一些东西，准备一些明天过海关的东西，过边境的东西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出发吧。刚出高速公路加油站服务区不久，就在这儿有一片马雷哈小镇的餐厅、咖啡厅、小茶馆之类的。因为刚从加油站出来不久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，所以说我就不到这个里面去再进行补给了。但根据地图上看，这好像就是去富基拉这50公里左右最后一段补给的地方了。富基拉是阿联酋东海岸唯一的大城市，而我们平时所听说的迪拜或者阿布扎比都在阿联酋的西海岸。比如你在迪拜旅游的时候可以看到波斯湾的海上日落，但是只有在富基拉才能看到海上日出。同样也是因为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，富基拉是阿联酋重要的石油出口城市。虽然说这里并不生产石油，但是呢，其他城市的石油通过管道运输到富基拉，再从富基拉将石油装上油轮，油轮在富基拉直接上货，就不用专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，再跑进波斯湾一带装载石油了。这样一来，油轮不仅节省了行程，同时还避免了特殊时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不测的风险。所以这座城市虽然对普通人来说默默无闻，但是在能源和航运行业却非常重要。在路边看到了一些骆驼，我们去看一下。靠近富基拉山地的这个地方没什么沙漠，地上都是这种很浅的草滩。骑到这个地方气味都不一样了，弥漫着草的味道，都是草场。看后边全都是骆驼，阿拉伯的骆驼都是这种单峰头。画面里的骆驼是单峰头，和我们国内的双峰头还不太一样。双峰头耐寒，适应在我们中国冬季异常寒冷的戈壁滩生活。阿拉伯的单峰头则是非常耐热，
脖子长，腿长，毛也更短。这种骆驼可是吃仙人掌都不带吐刺儿，拉出的粑粑干燥到能直接当柴烧的煮。有经验的老骆驼在数公里之外就可以闻到水源的气息。可以说，以前的沙漠游牧民族不是他们在养骆驼，而是跟着骆驼走到哪里，哪里才会有水喝。骆驼毛能用来纺织，骆驼肉在阿拉伯国家最隆重的宴会上也会被当作珍贵的食材。骆驼奶也是农产品匮乏的热带沙漠地区极为重要的营养品。骆驼奶的蛋白质、维生素 C 还有微量元素都远远高于牛奶，反而不饱和脂肪、乳糖还有胆固醇含量却小于牛奶。虽然现在骆驼早已不被再用来运输，但在阿联酋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动物。还有个小知识点，就是现在阿拉伯人头上固定头巾的黑圈，在过去是晚上用来拴骆驼腿，防止骆驼乱跑用的。现在竟然下了一点太阳雨，不要太舒服哦。当地阿拉伯人的椰枣林，这是他们的农庄。沿路好多这些卖水果的。Hello. How are you? Good, thank you. Yeah, nice. Good, good. Hello, hello. 马上就要进山了，大概还有1公里吧。这一段路程将是今天最困难的一部分。整个山路大概有10几公里的样子，然后跨过山就到富吉拉了。最后再休息一下，准备冲刺。越往山边走，风越大，顶风起，还是有点困难。其实说起来，我和富吉拉八字不合。我在阿联酋5年，加上这次骑行，总共就到过这里2次半，但次次有故事。第一次是2015年，我刚刚到阿联酋，临时找了一份工作，给一个在富吉拉承包矿山的温州老板当翻译，应付来讨要工程欠款的各路供应商。从阿拉伯人到欧美人，从中国国企到当地的王室，这位老板把8国联军的钱是欠了一个遍。我反应过来，原来这个老板连翻译费都不想给了，最后也加入了讨薪大军。那另半次呢，是去年到另一个城市办事，全程120的限速，跑高速经过富吉拉郊区几公里，在这里就变成了100，一个没注意，超速罚款罚了差不多600人民币。刚才我自行车是推上来的，上坡是推上来的，上坡如便秘，下坡如拉稀，好累啊！这10几公里的大上坡，真不知道那些骑川藏线的大牛都是怎么做到的。我这路况还更好，然后车子也挺好，天气也还不错，什么都很好。那还得继续走呀，要不然就困在这儿了。终于到了比较平的地方了，我的老天呀！
野驴吧？我的天哪！现在驴在看我，那我跟驴合张影吧。小毛驴，我走了，再见，拜拜。刚才经过一段超级长、超级爽的下坡，应该在不到10分钟吧，就抢出来了好多公里了。现在在地图上面看，距离富吉拉市区只有10公里左右，应该下面都是下坡。今天应该算平安了，最后冲刺吧。经过长途跋涉，现在已经到了富吉拉的近郊，再有几公里就快到市区了。在我背后有一个应该有上百米高的阿联酋国旗，在国旗后面的小山坡上面有3个小碉堡，看起来有点像迷你版的长城。然而，就在拍摄完刚才这段视频之后的半小时，倒霉的事再次发生了。从刚才拍摄的大旗杆到富吉拉市中心，路上骑行恰好经过富吉拉机场。当时我停下自行车在机场路边拍摄，正好呢，被在周围巡逻的便衣警察逮了个正着。他们告诉我，这个机场周围不可以拍照，并把我带回派出所询问。他们扣下了我的手机和相机，交给其他部门进行调查，同时也留下了我的护照，禁止在调查期间出境。自此呢，骑行去阿曼的计划也就泡了汤。最终我是由亲友开车来富吉拉的警局，把我和行李给带回了迪拜。就在我从富吉拉回迪拜不久之后，新冠疫情就在阿联酋快速蔓延，各个行业都停工停产、居家隔离，包括政府部门。所以一直到8月份，有关部门才通知我去取回护照还有手机相机，这才让大家能看到我骑行的视频。然后我被罚款差不多人民币2500块左右，不过这真是象征性的罚了一点钱，因为后来听人说，像这种行为一般会被罚差不多人民币1万到2万，甚至还会有牢狱之灾。后来再一想这也可能是不幸中的万幸了，因为从3月份开始，阿联酋、阿曼等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也都开始进行全国防疫，边境也因此封锁。如果我成功到了阿曼，也许就会被困在那里，甚至会遭遇更加不幸的事情。所以这也许是福祸相依吧。现在我已经把护照拿回来了。有一个好朋友过去，他呢，是一个来自叙利亚的老板，他在阿联酋做这个叙利亚的甜点点心已经做了有20多年，在富吉拉这个城市非常的有名，是最著名的一个甜品店。现在呢，我又开车开到市区，找到了他的这个甜品店。现在我看看他人在不在，如果在的话，问问他的情况，顺便买一点甜品回去带给我的家人们，也感谢他们吧，然后也支持朋友的生意了。好，现在就下车看看他的甜品店。这家甜品店就是
我朋友开的了，叫 Al-Aqsa Sweets， 进来看一下。当我走进这家店，却并没有看到我朋友。问店员，他们也不知道我说的这个人。也许是我走错了店，也可能是在我朋友经营期间发生了变故。店名我没有记错，富吉拉应该就这一家。然而我想给朋友打通电话问候，却发现对方早已变成了空号。我当天开车去富吉拉取护照的路上，经过了曾经和印度摩友见面的加油站，才切身地感受到物是人非。这半年，不管是我自己，还是中国，还是这个世界，都遭遇了太多太多。不过，但愿旅行不死，来日方长。感谢观看这2集视频的朋友们，我们再会。